宗教信仰的本质是寻找真理，还是重新定义自己是谁？为什么最早皈依一个新信仰的人，往往是社会精英，而不是底层？当一种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它改变的是人的心，还是整个社会结构？这段历史到底是在讲福音的传播，还是一场深层的文化重塑？欢迎来到解读中国文化的频道，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给大脑升级，做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文化出埃及。今天我们继续读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9章，在南京的进展。让我们现在再回过来看看南京皇城的驻地。住在那里的有2名传教士，即奉命从南昌来的郭居敬神父，还有罗如望神父。郭居敬神父管理南方，取得了成果。他赢得官员们的友谊，引进了很多信徒，其中有一个信徒保卢的儿子马丁，他的妻子和他全家的人。郭居敬神父因健康不佳，从南京返回澳门，他的助手神父接替职位，并且热诚地遵循同一条发展路线。在他前2年居留期间，就使得100多人归信。在这期间，南京的领袖教徒保卢死于74岁的高龄。他对传播基督教的非凡热诚，渴望获得天堂中的厚奖。从他成为一名教徒的那时起，由于他高度的虔诚，他常表示希望多活几年，好以他的榜样和威望去教导其他人步其后尘。像邵州的虔诚女主人一样，他在家里盖了一座美丽的教堂，让他的女眷们能做弥撒。教堂旁边另添一间屋子，作为信徒的接待室。教堂刚盖好，上帝就召唤他。他年龄大而病倒了，但他的病并没有能阻止他参加他家里所举行的首次弥撒。垂危之中，他几次坚持要行一次总忏悔。保罗是该城中第一个受洗的人，也是第一个行忏悔礼而受益的人。他平安地、心满意足地死去了。保罗的儿子马丁像他父亲一样勇敢，他是该城中第一个永远废除为教堂所禁止的某些丧葬仪式，从而严格实行基督教丧礼的人。尽管他遭到非议，有很多人都仿效他的先例，也不乏各依己见而指摘他的作为的人。考虑到完成丧葬的情况，在他父亲殡葬前，他不顾那些劝告他的人的相反意见，确实干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我们已经叙述过，人死之后，中国人有时把尸体在屋里放一个长时期之后才安葬。马丁背弃了这种习惯，第一个公开宣布他父亲信教，同时宣布他本人信教。他在公开场合张贴通告，让大家都看得见，声明他父亲已摒弃了偶像崇拜，信奉了基督教。同时他父亲临终的愿望和遗嘱是禁止在葬礼时有拜偶像的和尚在场，不得举行他们的任何礼仪和仪式。据说这张通告声明他和他父亲是同样的信仰，他就此实现了他父亲的最后遗愿和嘱咐。可尊敬的老人是以全部基督教的丧礼从教堂安葬的，这是头一遭信徒们所看见的基督教丧礼，他们从中深感慰藉。郭居敬神父大约是在这时返回，病体有所恢复。他带来一尊美丽的圣女像，放在新教堂内，用以增进新信徒们的虔诚。然而年终以前，他的病复发，不得不又回澳门去。我们现在谈谈我们认为是归信新生教会的一个奇特事例。教团驻地附近住着一个78岁的老人，退休前他是军官之长，退休后他的职务和财产都转交给了他的长子。他对基督教的兴趣是由他的仆人引起的，不久以后他就成为一名归信者。当到了清除家里的偶像时，他的儿子加以强烈反对，声言父亲已经立他为一家之主，他要按他自己的想法来安排家事，争端长期持续不休。但父亲的信仰热诚和神恩终于战胜了。老绅士重振热情，当着儿子的面叫来他2名信徒仆人，请来1名神父，要他们把每一个可怜的家神都送往教堂烧掉。这使儿子大为光火，但他害怕父亲不敢动武。反之，
他拿仆人来泄愤，仆人背着偶像和谩骂的双重包裹离了家。老人陪他们到教堂去，亲眼看着把偶像烧掉，然后心满意足地受洗，正符合他那日益增长的追求洗礼的愿望。后来儿子抛弃了旧愿，和神父们和解了，但他无意寻求得救之道。还有个姓徐的人，也就是徐光启，在受洗之后不久病倒了。他认识到自己生命垂危，就要求忏悔自己受洗后的过失，用圣餐礼来为自己送死。他也留下了遗言，要以基督教的仪式安葬自己。他的妻子接受他这个要求，也跟着他的榜样接受了他的信仰，并且让全家都信教。这类事例对所有的信徒都产生了非常有益的影响。附近各村庄中的基督徒人数也在增加。在一名很显贵的教徒家里修建了一座教堂，他的妻子成为唯一的管理人，把教堂整理得井井有条。神父们常到那里去做弥撒，指导信徒。信徒们在这里受到很好的照顾，因此很少有人缺席。除了对新信徒的照顾之外，这位主妇也把恩惠施及神父们，犹如福音中与他同名的马太之于天主一样。郭居敬神父在这里居留的第2年，发生了一桩真正重要的事。教堂的这盏明灯保禄，在这个教堂成了一名基督徒。他的死我们刚才叙述过了，他是一个可以期待成为大器的人，上天注定了要他美事这个新生的教会。徐光启生于南京省的上海，距南京约8日路程。他是一名出色的知识分子，天资美好，秉性善良。作为士大夫一派中的一员，他特别期望着知道的是他们特别保持沉默的事，那就是有关来生和灵魂不朽的确切知识。中国人中无论哪个教派都不完全否定这种不朽。他在偶像崇拜者的怪诞幻想中曾听到许多关于天上的光荣与幸福的事，但是他敏捷的思想却只能是找到真理方休。1597年，他在北京的硕士学位考试获得第1名，这是带来极高威望的一种荣誉。他在考博士学位时却不那么走运，他认为他的失败是上帝的赎恩，声称这是他的得救的原因。他只有一个儿子，他最害怕的是这个儿子之后家庭断磁。中国人把这种事没有什么道理地看成是大祸。他信教后交上好运，生了2个孙子，他又考中博士学位。这次考试是在他取得硕士学位之后4年举行的，但在考试中，他是一桩不幸事件的受害者。由于疏忽，他被算作第301号语士，而法定人数只限于300名，所以他的考卷被摒弃了。因此他无颜回去见他的家人，便隐退到广东省。正是在邵州，他和当时住在教团中的郭居敬神父交谈，才初次和神父们结识。也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礼拜了十字架。保禄于1600年在南京遇见利玛窦神父，跟他谈及过去所曾听说过异邪的基督教。这仅是一次短暂的相会，因为保禄正匆忙赶回家去。当时他可能只获知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乃是万物的根本原理，然而好像是上帝要保留这个人，使他自我起名。圣三位一体的神意以某种方式在梦中呈现于他。他在一座庙里看见3间教堂，在第1间里他看见一个人的形状，有人称他是圣父。在第2间里他看见另一个人形，戴着皇冠，他听人称为圣子。他还听见有一个声音叫他向这些形象礼拜。在第3间教堂里，他一无所见，也没有敬礼。可能上帝不愿把圣灵用我们常见的鸽子形状来显示给一个异教徒，免得触犯一个还是异端的人。因为中国人不管属于哪个教派，是绝不礼拜任何神明的，除非神灵以人的形式呈现。最后在南京，当向他解释有关圣三位一体的教义时，他记起了这个梦，但没有说什么。因为另外一次他曾听一个神父说过，我们不应相信梦境。再一次，后来很久在北京的时候，他听到利玛窦神父说，
上帝在过去把很多事情在梦中显现给他的仆人。这时他问神父可不可以相信一些梦，并且很兴奋地讲述刚才提到的梦。再来谈谈他的皈依。1603年，他因事返回南京，并拜会了罗如望神父。他进屋时，在圣母像前礼拜，而且在首次听到一些基督教的原理后，马上就决定信仰天主教。那一整天直到天晚，他一直安静地思索着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条文。他把基督教教义的一份纲要，还有利玛窦神父教义问答的一个抄本都带回家去。那是还没有刊行的一个文本。他非常喜爱这两部书，以致他通宵读它们。第二天回去以前，他已经记住了整本书的教义纲要。他请罗如望神父尽可能地给他解释某几段，因为他必须在年底以前赶回家，而他想在动身前领洗。为了弄清他是否真正严肃地对待此事，神父要他来接受教诲，每天一次。他对此回答说，不只是一次，我要一天来2次。他确实这样做了，总是准时到达。如果他来时赶上神父不在，他就从一个修士或是一个家庭学生那里受教。他在动身回家的那一天受了洗。回家后，他又捎来2封信，信中他极清楚地表明他受到基督教教义的熏陶有多么的深。几个月后，他返回南京，重温他学过的课程，并且他直接到教堂去，免得看起来像是他先去拜访了别人。这一次，他先给神父们共处了2周，使他的主人们高兴，也使家仆们得意。他每天参加弥撒祭礼，而且他不断地提出询问，看来仿佛是唯恐错过这一点或那一点基督教教义似的。每当他回来访问时，他都从忏悔中得到极大的安慰。在他重返北京再参加博士考试时，尤其是这样。有一次他到来确实是很高兴，仿佛像是带来了收获。他曾劝2名士大夫和他家乡的几个朋友抛弃偶像崇拜，他教他们做祈祷。不久以后，他们都在同一天受洗，成为基督徒。让我们用一个类似神迹的事件来结束本章。就在南京城外，有一个全身患病躺了整6年的人。罗如望神父碰巧在附近拜访几个新信徒，病人派人来找他，声称愿意成为一个教徒。神父赶到了他身旁，在离开时留给他一本基督教教义纲要。病人学习他，接受教诲，最后受了洗。超度的圣水既涤清了他的灵魂，也涤净了他的肉体。他逐渐痊愈了。该城区没有人不把他的康复看作是某种奇迹，但这个事件比他的精神赢得了更大的声望。那地方都属于一个长期不断进行斋戒以表示崇敬偶像的教派，他们比所有其他的人都更固执于他们的信仰，是最难于改造的。第20章，澳门神学院院长被指定参加中国传教团。当戈麦兹神父在日本逝世时，该岛和中国传教团组成耶稣会的一个单独的附省教区。在首批参加中国教团的人中，戈麦兹神父出任主教，后来又由巴范济神父接任。他长期献身于这个教团，对他的进展极感兴趣。当耶稣会的视察员任命卡尔瓦罗神父为澳门神学院院长时，前院长里马诺神父就脱手出来。在中国传教团四处驻地工作的几名神父人手不足，难以胜任工作。教团监督利玛窦神父必须留在京城中，距其他几处驻地十分遥远。既然他无法访问这些中心，有关教团的许多问题必然不能决定。苏如望神父在南昌病倒，病势逐渐沉重，因此利玛诺神父奉命巡视南方的3个教堂。这次巡视是在教团监督利玛窦神父的管辖下进行的，没有他的同意就不能做出决定。视察结束后，利玛诺神父和苏鲁旺神父一起等待下一步的指示。这次受命视察传教中心，是以利玛诺神父为主角，大幕正在为他揭起，等待上演好戏。他一直期望参加中国教团，作为澳门神学院院长，他很偏爱他。其余的神父对他到来的消息感到高兴，他们向视察员神父共致一函，请求他把里马诺神父留在他们中间，
不要使教团失去这样一位热情的工作人员。在他寻访各个中心点的期间，利玛诺神父发现一些问题，若不先和利玛窦神父商量，他就不能满意地解决。他把郭居敬神父找来商量，记下了要上报给利玛窦神父的一切事项。在视察完所有的教堂后，他被召往北京。这是利玛窦神父方面采取的行动，证明了对教团各支部的内部事务极有益处。他走的是水路，没有发生事故，而且他带着出生于日本、父母为中国人的尼亚姑修士作为同行的伙伴。作为耶稣会学校中的学生，尼亚姑学会了美术家的本领。还在日本时，视察员神父就派他参加中国教团。经过2年望道期，他被接收入耶稣会。利玛诺神父在北京住了2个月，期间他和利玛窦神父一起为整个教团拟定了详细的计划。他从那里又返回到南京的各个驻地。由于健康关系，郭居敬神父从南京到南昌去。他过去几次都是这样的。这一次他留在邵州，在那里他看来有所好转。同时，作为利玛窦神父在北京伙伴的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中国话，还会读中国字，并极为准确地写中国字。有这2个人在工作，基督教在都城获得了进展，人人都倾听他们宣讲天主教的真理。有些人接受了他。皈依者不仅有来自下层的，也有来自受过教育的阶层的。其中一个姓郭，和当今皇后的姊妹结了婚，皇后是当今天子的第1号夫人。尽管此人不能与相应的欧洲贵族并列，他仍然是富裕社会中的一个显贵。皇帝随侍御医的2个儿子也信了教，其中一个原来已经进入了士大夫的最高层。信徒中还有一名教师，他是刑部尚书的亲戚。和他一起入教的还有这名尚书的侄子，是首先得到他叔父的同意才入教的。这个孩子表现出对信仰的渴望，他似乎有一种预感，一旦信教之后，他不会在那里面工作的。他在皈依后不到1个月，就呼出了他纯洁灵魂的最后一口气。他的死是一大损失，因为神父们对他的未来寄予了高度的希望。在前面的例子上，还可以补充一个士大夫阶层中的贵人信教的特殊事例。他是一个大官的儿子，是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一名参军。退役后，皇帝恩赐他一笔可观的退休金，由他的后人永远继承。征服这位战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深深地沉在异教的错误里，特别是迷信占星术。向他解释说，魔鬼经常用这种邪术骗人，当前途未经证实时，要人们相信这种可笑的巫术并非完全不可行。看来好像是他从昏睡之中被唤醒，被引向有关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真正知识，睁开了眼睛看到真理。于是很好地受到教诲后，他在1602年使徒圣马太节受了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取名保禄。从现在起，在我们将经常提到他的时候，要添上他前面的姓，称他为李保禄，以有别于我们已经叙述过的徐保禄。很难找到一个比李保禄信教更虔诚更热心的新信徒，或者是比他更渴望别人也和他一样信教的人了。对于乐于搜集早熟果实的人们，只要举1-2个他的热诚的事例就够了。此人有一间美丽的收藏丰富的图书馆，他花了整整3天时间，在神父们的帮助下清除其中为教会所禁止的书籍。这些书大多是谈占星术的，其中很多是抄本，就价钱说和抄写所费的功夫来说，都抬高了他们的价值。这些藏书全都付之一炬，有的是在他院子里烧的，剩下的是按他的意见在教堂烧的，好让大家知道他认真地下决心改信真正的和更完美的宗教了。他断定这也会防止他那些缠绕不休的异端旧友企图诱劝他再回到自己过去的那种愚蠢里去寻欢作乐。像中国人经常的情况那样，他很快就从一名新信徒变成一名鼓吹上帝之道的使者。不久就劝化了他的母亲、妻子、子女以及子女的老师和所有的男女仆人，换句话说，是他的全家人。他有一个随身的家人，
是个顽固的人，觉得他主人逼他按其他的榜样去做，便赌咒发誓说他绝不屈服。他以极不寻常的赌神办法，剁掉一个手指扔入火里来保证誓约。仆人这种顽固的决心逐渐在主人的慈爱之中软化了。主人不仅安抚和溺爱他，实际还在祈求上帝拯救他的仆人时进行了自我责罚和鞭挞自身。在这些帮助之下，慢慢地获得了成功。仆人和他的妻子最后都被争取过来，他的妻子也是家里的一名仆人。李宝路的热诚绝不限于在他家的院墙之内，他把他施及他的朋友，施及尽可能多的人。如果有时候他不大成功，那多半是由于他过分热情，这倒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他使人毫不怀疑他身上出现的向着好的方向的大转变，也不怀疑他是身教重于言教的这一事实。他在长期演习偶像崇拜的教派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他能够向神父提供无穷无尽的情况，那证明在恰当地反驳他们的许多谬论时是很有价值的。他始终不仅尊敬神父，也尊敬教友、学生，甚至仆从。总之，他似乎把一切与教堂有关的人和事都看作是神圣的。他在家里盖了座私人教堂，神父们到那里去做弥撒，教导全家。他也派他的儿子到教团的教堂去学习做弥撒。就在孩子第一次在教堂公开做弥撒时，全家有点模仿欧洲习惯对新受职的教士第一次公开做弥撒那样，为他举行了一次公开的招待会。传教中心实行一种习惯做法，在灵洗礼前让新信徒先诵念悔罪文，这是在祭坛之前跪着进行的。有一名神父指导那些需要教诲的人，由这个习惯又产生另一个，主要是一些受过教育的阶层的人来做。方法是按他们自愿在家里写好一篇庄严的赎罪稿，作为入教的宣誓，然后当众宣读。其中有许多篇值得在这里重述，而且肯定会在欧洲人的心里产生一种虔诚的感情，一如他们影响了听见读稿的神父那样。为避免重复同样的东西，我们将只引李宝路所写的一篇，他将为其他各篇提供一个很好的观念。原文如下：我信徒宝路，以我整个的灵魂和坚定的诚意，切望接受基督教义。为此，我以极度的谦卑举我的灵魂升天，感谢上帝倾听我的祈求。我生于皇城北京，承认在过去从未听说过有关基督教神圣的教义，也从未邂逅过宣教的圣人长者，故此日日夜夜我的一言一行都在谬误之中，像一个既瞎又狂的人。以前不久，由于神恩，我有幸得遇两位欧洲的名人利玛窦和庞蒂沃，两人均为饱学之士和杰出的布道者。我从他们那里接受并被授以基督神圣的律法，或允参观并礼敬基督的圣像。我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天主和他为拯救世界而颁布的律法。我为什么不应该全心全意接受这种律法，信奉他并遵守他的教诫呢？我自出生迄今的43岁中，始终昧然于这种律法，所以就不能避免犯许多错误和过失。为此，我请求天父对我宽大，以他的仁爱消除并宽恕我所犯的一切罪过，不诚实所获得的一切东西，欺诈违法，邪淫污秽，口出恶言，伤害他人之念，乃至其他种种大小罪，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犯下的。自此刻起，我一经灵洗，就立誓不再重蹈罪恶，以补前罪，礼拜基督并遵守他的律法。我深信神圣律法的教导，恪守十诫，唯愿绝不片刻丝毫违犯其严格的实践。我就此断绝我曾一度遵行的陈规陋习和当今的各种迷雾。我并且拒绝和谴责凡与神圣律法不相符合的任何事物，这是永远的，绝不因任何类似的声明而反悔。最神圣的父和仁慈的造物主啊，我仅有一件事请求你，这仅仅是我新的和更好的生命开端。我只是一个听课的望道之士，
对于更完美、更精微的律法很少理解，故此我祈求你开启我的灵智，以便更充分地理解人类智慧所未能及的事物。今后依你的恩佑，我可以无畏地不断把我所认识的付诸行动，这样生活和死亡，而不犯罪。到时候我可以愉快地见到您的庄严的圣容。同时，受圣教之赐，请赐予我以力量来传布它，就像你的仆人做的那样，以他们劝喻所有人归信的能力，把它传遍全世界。我极谦卑地恳求天父，把这看作是我的誓言，以我心灵深处的语言奉献给你。但愿圣主乐于听到它并接纳它。签署李宝禄。这份文件的附属是大明朝万历30年8月6日。以上是原书的正文部分，后续是从解读中国文化的视角做出的几点总结。第一，葬礼上的革命，马丁的第一简。在大明，葬礼是家族头等大事，僧道诵经是雷打不动的程序。南京领袖信徒保禄死后，他的儿子马丁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公开发布告示，禁止和尚入场。这在本质上不仅仅是宗教仪式的改变，而是对中国传统社会最核心的丧葬政治的公然背离。马丁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从儒家孝子向基督信徒身份的彻底重构。这其中的深意是，这次葬礼在南京引起了轰动，它向士大夫阶层证明了基督教并不是一种可以随大溜的装饰品，它要求的是对旧生活方式的物理切断。第二，徐光启的梦境，神学的本土化显现。这一章详述了徐光启、徐宝禄皈依前的梦境、三间教堂、圣父与圣子的形象，以及对圣灵的留白。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传教叙事。利玛窦巧妙地避开了迷信梦境的指责，转而将其解释为上帝对异教徒的启明。徐光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信徒，他更是士大夫阶层中第一个试图用西方逻辑补全中国传统的人。他因为考试失利而自认是上帝的赎恩，这种将挫折解释为神启的心态，让他成为了教会最稳固的基石。第三，李宝禄的火与断指，决裂的阵痛。李应是李宝禄为了表示决裂，花了3天时间焚毁了自己珍藏一生的占星术书籍。文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是他的家谱，为了发誓不信教，仆人剁掉自己的手指扔进火里，但最终在李宝禄鞭挞自身的苦修和慈爱中被感化。这揭示了当时传教的一种模式，家族式整体归一。在一个家长制社会，只要家长也就是统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发生了转变，整个家族家谱都会被这种力量裹挟，从而形成一个个微型的基督教社区。总而言之，在今天的章节中，利玛窦笔下的叙事从北京的政治风暴转向了南京的信仰收获期。如果说邵州的传教带有乡村式的狂飙突进，那么南京和北京的进展则标志着天主教正式进入大明帝国的精英社交圈和家族伦理核心。第20章提到利玛诺神父的巡视，标志着耶稣会在中国开始建立起一套垂直的科层制的管理体系。利玛窦在北京负责高层统战，利玛诺在南京负责基层审计，庞迪我负责语言研究。这种分工协作使得传教工作不再是神父个人的孤胆英雄史，而变成了有计划、有预算、有报告的组织化运作。您如何看待徐光启将考试失败看作是上帝的赎恩？这究竟是一种阿 Q 式的心理安慰，还是他真的在科学与信仰的交织中找到了比功名利禄更宏大的人生意义？此外，李宝禄烧毁占星书籍的行为，在您看来是对知识的破坏，还是他为了追求纯粹真理从而必须进行的断舍离？欢迎来评论区说出您的思考。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4卷第19章在南京的进展和第20章澳门神学院院长被指定参加中国传教团。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读中国文化中与你再相逢。